藤静香连续15年被评为日本最讨厌的女艺人，不只是因为她嫁给了木村拓哉，还因为她的前任是林家树。在日本有这么一个男人，他长着一张比女人还精致的脸，却用一种近乎自残的方式敲了30年的鼓。他是格莱美唯一的亚洲评委，却在1年里有1/3的时间都躺在医院里。他的人生就是一场极致的、矛盾的、充满了暴力美学的行为艺术。这个男人就是 Yoshiki 林家树，一个被神亲吻了才华，却也被命运诅咒了一生的疯子。故事要从他10岁那年说起。那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却毫无征兆地目睹了父亲自杀的场面。一夜之间，他从一个备受宠爱的孩子变成了一个被巨大创伤吞噬的少年。在父亲离世后，是他的母亲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经营着家里的和服店，把他和弟弟拉扯大。在那个本该最需要父亲陪伴的年纪，他却只能用叛逆来武装自己的脆弱，好几次都想从楼上跳下来，用砸玻璃的方式来发泄情绪，直到母亲送给了他一套架子鼓。那套架子鼓是他的母亲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条件下送给他最昂贵的礼物。那不仅是一套乐器，更是一个母亲对自己那个即将坠入深渊的儿子一次最温柔的拯救。那套架子鼓成了他唯一的出口，他把所有说不出口的悲伤、愤怒和绝望都变成了疯狂的鼓点，每一次敲击都是一次对命运的嘶吼。摇滚没有治愈他，但摇滚给了他一个可以暂时寄存痛苦的空间。他和自己的发小 Tush 组建了乐队 X Japan， 开创了后来风靡亚洲的视觉系摇滚。在那个日本专辑销量只有几千张的年代，他们一出手就能卖出60万张。也是在这个时期，他遇到了那个同样叛逆的少女偶像工藤静香，一个是摇滚天王，一个是流行天后，他们的恋情轰动一时。工藤静香可能是唯一一个能跟上他那种不要命节奏的女人，她懂她藏在华丽外表下的那份破碎和疯狂，但命运对她有多残忍。她先是夺走了她最爱的声音。1997年，乐队的主唱也是她最好的朋友 Tush 被一个叫 Home of Heart 的组织洗脑。这个组织不仅骗光了 Tush 所有的钱，更是对他进行了长达12年的精神控制。他们逼着这个曾经的摇滚巨星去唱那些温吞如水的治愈系歌曲，彻底摧毁了他作为一个摇滚音乐人的尊严和灵魂，最终逼着他退出了乐队。Yoshiki 认为在日本没有人能替代 Tush， 于是他含泪宣布解散乐队。在那场被称为最后的夜晚的告别演唱会上，他哭到虚脱，像个孩子一样躺在地上，久久无法起身。而就在他最脆弱的时候，工藤静香也因为无法忍受他身边那爆炸般的异性缘，选择了和他分手。仅仅5个月后，命运又给了他最致命的一刀。乐队的吉他手也是最懂他的灵魂知己 Hey 在家中离奇死亡，从父亲到挚友，身边亲近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他开始自责，认为自己是一个被诅咒的人，所有靠近他的人都会遭遇不幸。你看这有多讽刺。 Yoshiki 在这个舞台上看起来无比强大、无比华丽的魔王，在现实生活里却是一个不断失去、不断被摧毁的孤儿。他的人生就是一场与死亡的漫长拔河，而这场拔河甚至还发生在他的身体里。因为早年那种不要命的用整个上半身的力量去砸鼓的演奏方式，他的脊椎早已不堪重负，颈椎间盘突出，椎间孔狭窄，他经历了多次大手术，脖子里甚至还植入了人工椎间盘。医生警告他，只要再有一次剧烈的甩头，他就可能终身瘫痪。在他的演唱会上最常见的一幕就是他在完成了一段狂风暴雨般的古典 solo 之后，直接昏倒在架子鼓旁，然后被工作人员拖到后台吸氧。几分钟后，他又会摇摇晃晃地回到舞台上，坐到钢琴前，弹奏出最温柔的旋律。这种极致的毁灭与重生的交替，这是他全部的艺术生命。但就是这样一个被命运反复凌迟的男人，却选择用最温柔的方式去回应这个世界，这才是 Yoshiki 最摇滚的地方。他被这个世界用最残忍的方式对待了半生，但他却选择用最温柔的方式去拥抱这个世界。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却一心想在人间多种一些花。当演唱会遇到超强台风时，为了粉丝的安全，他坚持取消演唱会，全额退票。但他却带着乐队，对着台下几万个空空荡荡的座位，通过线上直播，一首不落的唱完了全场。因为他不想让那80多万在屏幕前等待的粉丝失望。因为遭遇过亲人和队员的自杀，他知道那种痛苦有多难受，于是成立了慈善基金会，专门赞助防止自杀的机构。他的温柔早已超越了国界，从日本的阪神大地震、熊本大地震，到美国的飓风灾害，再到世界各地的儿童福利机构，他和他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一直在用最实际的行动去弥补这个世界的伤痕。08年汶川地震，他是最早前来捐款的国际艺人之一。有人曾在汶川的废墟前看到一个奇怪的日本人独自站在默哀，那个人就是他。所以 Yoshiki 的魅力到底是什么？他不是那张词穷莫辩的脸，也不是他的惊世骇俗才华，
他最强大的魅力在于他是一个完美的矛盾体，他用最暴力的方式去演奏最抒情的音乐，他经历了最深邃的黑暗，却活成了最温暖的光。他的故事不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幸存的史诗。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你从未被击倒，而是在你一次次被打得粉碎之后，依然有能力把自己的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然后拼成一个虽然伤痕累累但依然闪闪发光的自己。